上一集，1735年，欧拉解开了巴塞尔问题，自然数平方倒数和等于派的平方除以6，一个悬了46年的问题，终于有了名字，也有了答案。但1735年的欧拉没有只做这一件事，同一年，他还处理了另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像数学的问题。他不在数论里，也不在级数里，他来自东普鲁士一座城市的街头。1735年3月，丹泽的学者埃勒给欧拉写了一封信，信里问的问题很简单：哥尼斯堡城里的7座桥能不能一次走完？每座桥只走一次。一个外地人写散布谜题给一个28岁的研究员，这件事本身就是18世纪欧洲学术圈的样子，一个问题在不同城市之间靠书信慢慢飘。哥尼斯堡是普鲁士的一座城市，被普雷格尔河穿过，河中2座岛，加河两岸，一共4块陆地，7座桥相连。当地人玩一个谜题，能不能走一条路，把每座桥恰好经过一次，不重复呢？欧拉先用穷举证明走不通。说实话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还不在这一步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把问题抬高了一层，什么样的桥布局可以走，什么样的桥布局一定不行。他开始抽象，桥的形状其实不重要，陆地有多大也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只有2件事：每块陆地算一个点，每座桥算一条线。现在用图来想，每个顶点的度数就是连到这个点的边有几条。路径经过中间顶点，必须进一次出一次配对，只要还是中间点，用掉的边就总是2条递算，所以中间顶点的度数一定是偶数。起点和终点例外，起点第一次只有出，后面才是入一次出一次成对，所以起点的度数是奇数，终点也一样。如果起点就是终点，也就是闭合路径，那它最后也得配成对，所以度数还是偶数。所以一笔画路径要存在，先假设整张图连通，所有顶点都是偶度，就是欧拉环，恰好2个奇度，就是欧拉路径，奇度顶点有4个或更多就不可能。回头看哥尼斯堡抽象后的图，4个顶点度数分别是3、3、5、3，4个全是奇数，既不是0个也不是2个，而是根本走不通。这就是图论的起点。论文标题大意是位置几何学问题之解。位置几何学这个概念最早是莱布尼茨1679年写信给惠更斯时提到的，欧拉1735年这次是他第一次被用来解具体问题。再往后，这条路发展成了图论，也通向拓扑学。7桥问题看起来像程式游戏，但欧拉关心的是怎样把现实问题抽成结构。那同一年的他处境并不轻松。1735年春天，他得过一场重病，高烧几天，差点没命。烧退之后，右眼开始模糊，看东西常常发胀。但他并没停下。书桌前的他28岁，太太卡塔琳娜·盖塞尔是圣彼得堡学院里画家的女儿。他们1734年初结婚，第一个儿子约翰·阿尔布雷希特1734年底出生。那年春天才几个月大，力学是带着病带着孩子写的。他还在写另一本书，那本书处理的不是桥，而是运动本身，书名叫《力学》，1736年出版。牛顿1687年的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，主要还是用几何方式在推三角形、圆弧、面积相似比例，这是一条非常强大的路。到了欧拉1736年的力学，路子明显变了，他几乎全部改用微积分方程力等于质量乘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，运动不再只是一幅几何图，而是一组可以计算的方程。副标题里的 analytis 意思是解析地，这个词是欧拉自己写进去的，不是后人回头贴上的标签。也就是说，运动定律第一次被系统地写成微分方程，
写成一套可以继续推演、继续求解的东西。后来的达朗贝尔和拉格朗日都看得很清楚，这就是解析力学的起点。拉格朗日1788年的分析力学，还有哈密顿1834年的哈密顿原理，都可以看作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。还有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，丹尼尔·伯努利1733年离开圣彼得堡那位，他在圣彼得堡期间已经开始写一本力学书，是关于流体的，后来叫流体力学。他回巴塞尔之后继续写，1738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。也就是说，1730年代前后，曾在同一个学院工作的两个人，前后附了2本解析力学。力学是欧拉的，流体力学是丹尼尔的。2本书都把牛顿力学翻成了微积分。这条路怎么落地？我们看一个最简单也最经典的例子：单摆。单摆摆长记作 L， 摆球质量记作 M， 摆角从竖直方向偏开。受力分析，重力 mg 向下，张力沿摆杆。真正让它往回摆的是重力在圆弧切线方向上的那一部分。这部分切向力等于负的 mg 乘摆角的正弦。负号的意思很直接，它总是把摆往0点拉回去。小角度近似是关键，摆角很小的时候，摆角的正弦约等于摆角本身，这其实就是泰勒展开的第一项。误差量级是摆角的3次方除以6，摆角如果最大大约10度，误差大概是1/1000弧度。沿圆弧的位移等于 L 乘摆角，沿切线的加速度就等于 L 乘摆角对时间的2次导数。再用牛顿第2定律，力等于质量乘加速度，带进去就是 m 乘 L 再乘摆角对时间的2次导数等于负的 mg 乘摆角。把 m 约掉，再整理一下摆角对时间的2次导数，加上 g 除以 L 再乘摆角等于0。这已经是标准形式了，或者说已经很像后来的样子了。一个量对时间的2次导数，加上一个常数乘它自己等于0，把这个常数记成欧米伽的平方，也就是 g 除以 L。其实可以直接验一下，余弦括号里是欧米伽乘 t， 是不是解？先求一次导会变成负的欧米伽乘正弦，括号里还是欧米伽乘 t， 再求一次导就变成负的欧米伽平方乘余弦，括号里还是欧米伽乘 t， 带回去，前后两项正好抵消，等于0。同理，正弦那支也成立，所以一般解就是 a 乘余弦，括号里是欧米伽乘 t， 再加 b 乘正弦，括号里也是欧米伽乘 t。那么周期 t 怎么来呢？只要欧米伽乘 t 增加2派，摆角就回到原来的值，所以 t 等于2派除以欧米伽，再把欧米伽换回去。欧米伽等于根号下 g 除以 L， 所以 t 等于2派乘根号下 L 除以 g。结果其实很干净，周期不依赖正负 a， 小角度下它就是等时的。伽利略1602年11月29日给德尔蒙特的信是最早留存的等时性记录。欧拉1736年给出数学解释，一个力学问题最后落成一个微分方程，再解出运动，再读出周期这种可观察量。前面说的那个范式其实就是这样落地的。到了1737年，欧拉又回到数论，他写了一篇论文，编号 E72， 大意是关于无穷级数的若干观察。这一次他把 zeta 函数和素数接在了一起。先看等比级数，只要 r 的绝对值小于1，1加 r 加 r 的平方加 r 的立方一直加下去，就等于1除以1减 r。推导其实很短，把这串和记成 s， 那 r 乘 s 就是 r 加 r 的平方加 r 的立方一直下去，正好等于 s 减1，所以 s 等于1除以1减 r。现在把 r 换成1除以 p 的 s 次方，这里 p 是素数 s 大于1。
为什么要大于1呢？因为从 n 等于1开始，1除以 n 的 s 次方这个级数得先收敛，这就是 zeta， 括号里是 s 最先工作的区间。于是1除以1减1除以 p 的 s 次方就等于1加1除以 p 的 s 次方，再加1除以 p 的平方，整个再取 s 次方，再加1除以 p 的立方，整个再取 s 次方，一直下去。其实这就是说把同一个素数 p 的所有幂都收进来了。先只看两个素数，一个是1加1除以2的 s 次方，加1除以4的 s 次方，加1除以8的 s 次方，一直下去。另一个是1加1除以3的 s 次方，加1除以9的 s 次方，加1除以27的 s 次方，一直下去。两边一乘会发生什么呢？展开以后，每一项都长成1除以2的 a 次方乘3的 b 次方，整体再取 s 次方 ，a 和 b 都可以从0往上走，所以所有只含2和3这两个素因子的整数都会进来，而且只进来一次。把这个想法推广到所有素数，对每个素数 p 都写一串这样的级数，然后全部乘起来。关键就在这里。上述基本定理告诉我们，每个正整数 n 都能唯一分解成素数幂的乘积，所以每一个1除以 n 的 s 次方右边都能找到对应的位置，而且不会重复。这样从 n 等于1开始，1除以 n 的 s 次方的求和就等于对所有素数 p 把1除以1减1除以 p 的 s 次方全部乘起来。比如12等于2的平方乘3，所以右边会从1除以4的 s 次方，再乘1除以3的 s 次方，拼出1除以12的 s 次方。说实话，这一步真的很像搭桥。左边看起来是在把所有整数一项一项加起来，右边却只盯着素数，两边能接上全靠唯一分解。再取 s 等于2，左边就是巴塞尔问题的答案，也就是从 n 等于1开始，1除以 n 的平方的求和等于派的平方除以6，右边就变成对所有素数 p 的平方除以 p 的平方减1全部乘起来。1859年，黎曼把 s 推广到负数，后面的黎曼猜想就源于这里。1737年，欧拉还写了一篇关于连分数的论文，题目大意是《论连分数》，编号 E71。论文实际到1744年才出版。那一年，他在研究另一个常数的连分数 e， 算着算着，他发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模式。然后他用这个模式证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，e 是无理数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严格证明一个这样举足轻重的常数是无理数。下一集我们就讲这个故事，也会讲1738年之后欧拉的右眼怎样慢慢看不见，以及1741年他为什么离开圣彼得堡走向柏林。